就是台湾现在就是卡在那个美中之间，有两难的感觉。乌克兰战争，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会有激励中国的效果，就是变成我们是孤儿，然后即便我们战争3年，也没有人想要理我们。对。到底有没有人知道国关中心？你知道政大有一个国关中心吗？我好像有听过，但是不知道干嘛。听过名字？有听说，因为他们会传 email 给我。好哦。知道。你知道在哪吗？应该在国际大楼吧？不是，正确答案是在达兴后面那边，对，就是在这里。你觉得现在台湾的国际局势是怎么样？是算好呢，还是不好？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我个人偏向悲观啊。我自己觉得，我们比较没有自己的定位，比较容易被所谓的强权牵着鼻子走。就是台湾现在就是卡在那个美中之间，有两难的感觉。两难的感觉，觉得被夹在中间这样子。我太难了。让我再想想。偏艰难吗？我觉得国际局势算好的吗？一定是不好的。我觉得没有好跟坏的差别，就是还是要看就是台湾跟各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应该是某一些是好，有一些是坏。让我们回到沉思少女。乌克兰战争，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会有激励中国的效果。如果有成功的话，那可能会。我懂你说，你觉得可能会让对岸有觉得说机会更大。对，有可能。小编爱抢话。我一直在看乌俄战争的新闻的时候，我都会自动把那个乌克兰替换成台湾。那最近你会看到，像是法国的总统说他想要支援乌克兰之后，所有的其他领导人是说不要做这样的决定。可是如果这个主持换成是台湾的话，就会变成我们是孤儿，然后即便我们战争3年，也没有人想要理我们。对。在风中孤寂。我觉得有点敏感。怎么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啦。就是之前上一些同事可以有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这样子。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好笑？我自己的想法是，是一个令人安心的地方了。虽然没有到像一些大国那样那么的强大，但是还是会让人是觉得安心的一个地方啦。那你有注意到前阵子就是诺鲁跟台湾断交的新闻吗？有听说。那你有觉得会对台湾有影响吗？多少会有一点影响啦。没关系，我们就做好自己的就可以了。来，下面一位。台湾的邦交国基本上都是，他好像他断交，我们才知道这个邦交国。所以很小，可能影响不大嘛，我觉得。对，我们的外交处境，也是一直在一直在退化，一直蛮艰辛这样。对，但也不会说，因为我们最近跟诺鲁断交之后，我们突然变得很差。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去观察的是说，断交的背后，它对我们的这个外交上面的优劣上面是有什么影响？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探讨，而不是只是以邦交国数目去做一个这个 KPI 的表现这样子。我觉得国际关系不是看邦交国的数量，而是台湾是怎么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就是产生其他的交易啊，或者是就是连结。对，连结。对，我觉得不是看邦交国数量，因为其实好像实质上我们看就是邦交国跟台湾的关系好像没有很大的作用嘛，就是感觉就是一直台湾单方面的帮助，但好像就是只有。我觉得不用纠结在那个数量上面。所以其实你就觉得说是真的有做了什么，而不是数量多少这样子。对，我是比较期待说我们国家可以在这方面有
对民众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国家可能是有朝着外交哪个方面去进展，而不是只是说，跟对方一直进行所谓的邦交国数目的竞争这样。你觉得邦交国会一直跟台湾断交，会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是就是因为台湾在世界上某一些国家可能还是不被承认是一个国家，我觉得这可能最大部分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当然是中国的关系，对，感觉有一部分是那个吧，感觉中国大陆的那个金钱外交哦，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看中国对台湾的态度怎么样，然后还有台湾自己。不知道，就感觉也很为难啦，对吧？因为也只能照着国际的局势走。今天的街访就到这边结束喽。想了解更多的国关中心，欢迎到中心的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搜寻。那我们下期见喽，拜拜。